一只流浪猫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猫咪冲着小哥喵喵叫个不停，仿佛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。被挡住去路的小哥也是一脸蒙圈，直到另一只高颜值的猫咪跑了过来。原来他们是一对流浪的夫妻。通过仔细观察，母猫的腹部有些鼓起，看样子应该是怀孕了。此时小哥顿时明白了猫咪的意图，原来猫咪拦截路人是想为妻子讨要一些食物。一般流浪猫都会躲避人类，但为了妻子能有充足的营养，它不得不鼓足勇气讨好路人。而这只母猫的胆子比较小，小哥想要靠近时，它却转身跑开了。两只猫咪的颜值都很高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上前撸上一把。他谨慎地打量着眼前的人类，小家伙把自己整理得白白净净，完全看不出一丝流浪的影子。小哥猜想他们先前应该是有主人的，也不知道这么温顺的小猫为什么会被遗弃。猫咪看见小哥久久没拿出东西，于是便转身躲到了一旁。看来不拿点食物出来，他们是不想再搭理小哥了。于是小哥决定去附近买些东西回来。不久后，小哥带回了美味的猫粮，见到食物的猫咪马上凑了上来。然而公猫只是闻了闻，随后便蹲在一旁默默守护着，因为他知道此时对方比自己更需要食物，这让小哥很是诧异。毕竟在猫咪的世界中，如此专情的并不多见。此时想要带走猫咪的扣666，食物的香味很快吸引了附近的流浪猫，它们似乎知道小哥是位好人。一只胆大的流浪猫还主动上前求摸摸，猫咪们也非常懂礼貌，并没有出现打架和抢夺食物的场面，反而是在井然有序的排队等候。旁边一只长相独特的猫咪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小家伙的脸上多出一块黑色，看上去很是搞笑，但不得不说这群流浪猫是真的漂亮，而且每一只都白白净净。担心猫咪们不够吃，于是小哥又端来一盆猫粮，但让人不解的是，这只狸花猫始终不肯去吃一口，它只是安静地蹲在一旁。当有其他猫咪靠近时，它还会发出威胁。看着眼前如此众多的可爱猫咪，你会捞一只带回家吗？动物园在野外捡到2只刚出生的幼崽，看起来有点像小老鼠，但仔细看又不太像。饲养员决定将2只小家伙养大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动物。小家伙眼睛还没睁开就开始嘤嘤的要奶喝了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立刻打起了盹，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2个小家伙安静地睡在一起，大家猜猜看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动物呢？到了第10天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的绒毛明显多起来，并且身上还逐渐长出了许多黑色的条纹。最奇怪的是，小家伙居然长了一对黑眼圈，就像屏幕前经常熬夜的你一样。2天后，饲养员发现小家伙的黑眼圈加重了许多，身上的黑色纹路也越来越明显。此时大家应该猜到了，它们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。没想到成年能长到几百斤的熊猫，小时候却只有巴掌的大小，现在它们的体重还不到200克。由于熊猫宝宝没有妈妈的照顾，所以饲养员每天都要帮助它们排泄和喂奶。在饲养员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下，2只熊猫宝宝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化，它们开始逐渐褪去粉嫩的颜色，身上的黑白马甲也越发明显。由于小家伙的眼睛还没睁开，这时的熊猫宝宝还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当时间来到第36天时，熊猫宝宝已经完全褪去了一身的稚嫩，小家伙毛茸茸的样子让人不禁想上前撸上一把。第44天的时候，其中一只熊猫宝宝终于睁开了眼睛，大概是缺少了母亲的陪伴，2只小家伙总是会嘤嘤的叫个不停，但好在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有了彼此的相伴，他们至少不会显得那么孤单了。有时候小家伙还会相互为对方清理毛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只熊猫宝宝也越来越精神，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，并且长相也是出奇的相似。此时的熊猫宝宝已经可以缓慢爬行了，对外面的世界也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。到了第93天时，它们已经从一只小老鼠的模样彻底蜕变成了真正的熊猫。不久后，2只熊猫宝宝也即将离开育儿室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幼儿时期的结束。相信不久之后，2只熊猫就会迎来众人宠爱的光环。看到小熊猫从出生到100天的变化，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奇妙和伟大。对于这么可爱的熊猫，你爱了吗？这只母鸡正优雅地弹着钢琴，年仅3岁的它便已经开始登台演出。在经过长达2年半的坚持练习后，这只名为太美的母鸡首次登上达人秀的舞台，而它也因为这场演出，身价瞬间飙升至200万美刀，堪称机界的贝多芬。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它显得有些羞涩，看见这一幕的评委满脸诧异，而台下的观众更是投来质疑的目光。2位大姐介绍道，自家的母鸡可以弹奏多首世界名曲。此番介绍引起了观众们的嘲笑。面对如此离谱的事情，评委们纷纷表示不可能。这位评委更是当场表示，像这样的老母鸡我可以一口吃5个，如果他今天弹不出贝多芬的悲伤，那下台后我就要用它煲汤。可大姐却微微一笑，因为她十分相信太美的实力。随后在万众瞩目之下，太美被请到了演奏台，
可没想到他竟然抓起了痒。大姐见此情况，连忙调转机头，也不知道是过于激动还是太紧张了，任凭大姐如何劝说，他就是不肯表演。光头评委瞬间有了拿他煲汤的想法，此时的场面一度陷入尴尬，其他的评委也是满脸失望，大家一致认为这只母鸡是来恶搞的。就在评委想要将它淘汰时，反转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太美神奇般的弹起了钢琴，众人纷纷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伴随悠扬的音乐响起，观众们不由自主的开始为她鼓掌。谁都想不到一只母鸡竟有如此令人惊叹的才华，美妙的音乐顿时引爆全场。此时光头评委已经彻底陶醉在其中，一支巨星在优雅的演奏中冉冉升起，在太美奋力的弹奏下，一首响彻世界的经典名曲诞生了。大家知道是哪首歌曲吗？在几分钟的精彩演出后，场内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。经过2年半的辛苦练习后，这一刻他终于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和认可。但成功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另一只名为基尼的母鸡是要与太美一较高下，到底谁能最终夺冠呢？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，太美首先进行了弹奏，音乐刚响起，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反观另一边的基尼则是完全慌了鸡脚，还没弹奏几声，评委们就纷纷按下了淘汰键。比起太美灵活且优美的演奏，显然她并未做好十足的准备。在评委一致的投票下，太美最后赢得了本次达人秀的冠军。当然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她每天的辛苦练习。据主人讲述，太美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一开始，主人会用红光指引她弹奏一首完整的音乐出来，但随着日复一日的练习，现在她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几十首音乐的演奏。不得不说，此等天赋在机界极为罕见。现在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目前有6人为她服务。在这所小小的录音室里，她已经发行了多张专辑，并且深受粉丝们的喜爱和追捧。随着太美的身价不断暴增，现在她开始去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。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，太美居然有了自己专属的电视栏目，每周6、8点，她会在地方电台准时与观众见面。自此，太美走上了鸡生的巅峰。话说，一只母鸡都这么努力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？这头狮子在动物园混了6年，愣是没有一头母狮看上它，因为长期找不到对象，它整天躲在角落里哭鼻子。这天，它像往常一样躲在角落偷看母狮，很快一头漂亮的母狮就吸引了它的注意。随后，它悄悄地跟了上去，就这样一路尾随到了家门口。饲养员本以为他们能擦出点爱情的火花，可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钢铁直男。几分钟后，失去耐心的母狮从房间里直接走了出来，心想怎么碰上这么个玩意呢？原来这头雄狮之所以单身6年，只因有一个独特的癖好，那就是他喜欢给对方拔毛。这天中午，他趁人家午休又开始去给母狮拔毛，但这种变态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母狮的反感，于是对方转身就赏了他一巴掌。因为这个特殊的爱好，他每天至少要挨上几10个大逼斗。尽管天天挨揍，但仍然阻止不了他对爱情的追求。就连园内名花有主的母狮，他也要上前搭讪一番。很明显，这样的行为引起了狮群的不满，饲养员对此也很头疼。就因为他这种变态行为，导致园内所有母狮的毛发都被薅得参差不齐，并且四周到处都是他的作案痕迹。按照这样下去，园内的母狮都得让他薅秃了。饲养员小哥很郁闷，领导已经批评了自己多次，毕竟毛发不整齐的狮子会严重影响游客们的观光体验。小哥无奈地说道：“自从这只狮子成年以后，就养成了这独特的癖好，大概是缺少恋爱细胞，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和母狮交流感情。”工作人员想传授一些恋爱秘籍给他，可谁知道这家伙是个倔脾气，还没等靠前他就开始闹情绪。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，他自己研究了一套和女生搭讪的方式，也不管对方有没有男朋友，他总是厚着脸皮去拔毛搭讪。虽然脸皮够厚，但挨打几乎是家常便饭。饲养员为了他少挨几顿打，每次都通过食物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。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这天下午，不安分的雄狮又开始四处观察，没想到他竟然把目光放到了狮王的爱妻身上。据说他是动物园的第26代狮王，目前已经娶了3房老婆。趁狮王上厕所的功夫，他看准时机，马上溜了过去，接着就开始下嘴拔起了毛。万万没想到，狮王半路杀了个回马枪，暴跳如雷的狮王直接发飙，追着他就是一顿暴揍。在我地盘上，你还分不清大小王？幸好饲养员及时赶来，这才让他保住了一条小命。不出意外，最后狮王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，而被暴揍的狮子此时已经郁闷了。找个对象为啥这么难呢？为了帮他找回自信，饲养员决定为他制作一个仿真的充气母狮。为加强真实性，小哥还特意添加了润滑剂。结果这家伙过来看了一眼，转身就走了，真是个十足的愣头青。但充气母狮的气味很快就引起了狮群的躁动，大家3下5除2就给拆完了。没办法，饲养员又想了个办法，本想通过一场鸡肉午餐来促进他和母狮的感情，可这家伙居然瞪着大眼远远地看着人家。饲养员担心他是不是被打出心理阴影了，但事实证明大家想多了。没过几天，他又开始给母狮拔起了毛，可按照这样的追求方式，估计他也只能看着母狮流口水了。大家认为呢？